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继续来玩Diaclone DA102号的蓝色水牛马克4。那其实之前这个模具已经是5年前的一设计了，之前出过黑色的水牛和白色的水牛，而且据说黑牛的价格涨得还挺贵的。这回蓝色的版本推出啊，价格也是有了一个稳定的趋势。现在入手的话，喜欢这个模具的，我觉得真的不容错过了。而且这一次据说蓝色的版本会修复之前黑白牛身上的一些细小问题，我们仔细来看一下吧。Diaclone好玩就好玩在这种小队的处理方式以及各种互动的玩法。配件方面，这回会带2版的转接头，这个也是可以在车型状态下和之后的那种动力服的机甲箱装在一起。额外还有一个连接器，也是在人形合体的状态下，用其他的动力服组成头部的模块。来看这一次的3人小队，我个人感觉啊，这个蓝色的版本应该才是原色吧，红黄蓝加一点灰色和枪铁色的点缀啊，所谓的这个正义的颜色，也是非常多主角机的配色方案。水牛这一套模具的玩法是相当丰富的，而且可以和其他的互动形式也非常的多，包括和之前的钻石旋风战者的模具可以进行各种的装甲互动的互换效果，单体也都能切换各种形态。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吧。理论上来说，这个应该是1号机了，背后这里可以背一把小小的武器，我们先把它摘掉。这个造型来说，就有一点像水下作业的那种潜艇啊，伸出2个机械臂来。透明的驾驶舱打开，里边放着红色的驾驶员。小驾驶员为Diaclone系列的标配，脚底都有磁铁，而且这一块的操作面板折叠开，让小人有更多的驾驶空间。头上的2个炮可以来回的球形关节活动。这里有2个类似于雷达的装置啊，根部这里也是可以旋转的。机械臂的折动关节非常多，那我们也是把它变成机器人的形态，就非常简单的这2块机械臂往下一折叠，脚丫子打开，这2只脚，手臂的部分在后边这里啊握着小雷达，我们把它折叠出来，旋转一下，吭，把这关节都展开。再把这个小枪拿上，腰部还是可以转动的，前后这里也有一定的活动空间，所以这个就是战斗的模式了。小机器人儿挺可爱的。2号机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相当于一个飞机吧？啊，对，没错。这里有2根主炮，我们可以先把这里折下来。后边引擎的造型专门设计了这种炸开的方式啊，感觉这个动力还是非常强的。里边的面板这里也有非常不错的纹路刻画细节，好看。把这里折叠起来盖住盖板，然后左右掰直溜了，再把这2个关节掰下来，往前折叠。下边这一块滑道拉开，这里变成2个大脚丫子。关节扭一扭，然后把这2个炮背到后背的这2个孔里面，就变成了这种2足行走的机器人模式。不过这个我觉得造型有一点牵强了。小人的驾驶舱也是透明的零件，打开以后，里边黄色的驾驶员应该是2号机吧？但是其实可动关节还挺丰富的，摆个什么Y8字接地了，问题不大。并且其实这个关节啊里边都是有齿轮的，很清脆，很舒服，并没有什么太严重的虚位，定位感很好啊。所以这也是官方产品里边Diaclone要比变形金刚高一个档次的主要原因之一，人家的做工确实好啊。日本人自己的 IP 起码没有美国人跟着瞎掺和，就没有那些节省成本代工厂方面的一些事情了。Diaclone这个从一开始做出来的这种各种素质都是特别高的，当然价格也是特别高的了。来看3号机，3号机其实类似于一个这样的拖车啊。来回滚动的时候，这些轮子都是跟着真实在转动的，而且推车滚动很滑溜，非常不错啊。驾驶室这里打开，里边我们放着蓝色的驾驶员，
松紧度、阻尼感都非常的舒适。长长的后边拖挂的位置，我们也可以用那些接口的零件，把那些动力符的装载箱一个一个搭载起来，然后顺着这里往上折叠，把车头 Z 字提一下，哎，好，撅2根下来，放在这儿。这个相当于什么呢？擎天柱模式，对吧？后边挂车厢，一节一节一节把那动力符装上，哎，拖出来的一个效果也挺帅气的。当然，它也有可动的机械人模式，那就很简单了。左右掰开中间连接的插扣，把这2个折起来。脚丫子这里变形的时候有点意思啊，我们先掰开灰色零件，这里有一个插扣，往后折叠，把这个90度收进去。脚丫子这里的变形要注意啊，这里边有一个很长的滑道，拉到最底下有一个葫芦锁，吧嗒一下把它锁定了，这块折进去，然后整个的脚底掰出来。掰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啊，其实这个没有掰到位，你得还用点力，哎，卡过里边的豆点儿，把它定好了。然后来听腿部这些清脆的齿轮关节，很爽啊！扭一扭关节啊，我们把这一面旋转一下，挪到前方，腿再转过来，这2个泡我们拔下来，外八字的鸡爪子摆一下，就变成了非常超时空要塞式的战斗囊啊！我觉得日式很多的机甲设定里边都会有这样的形态啊。单体的战斗模式切换完毕，还有两合体的模式，我们来看一下。这块1号机的变形还是把它回归，小胳膊啊在这里扭动的时候注意关节折动的方向，其实它都是单方向的轴，顺着这里把小拳头握在雷达后面就好了。腿部的变形，把2个脚丫子折叠起来，然后顺着后边这里双关节折叠团上来，掏出这辆拖车，就可以顺着这个凹槽把大腿插入到这个孔里边，然后裆部 C 型咬住，于是就等于给这个拖车多了一个雷达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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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跟2号机飞机的结合，先把飞机这一节拉长，然后依旧小人变成这个样子，滑进去，咔嚓，卡住，2个肩膀再往前推。好，变形完成，也相当于给飞机搭载了一个大型的雷达或者说是火力增强系统。哎，然后是2号机和3号机的合体模式，我们先把3号机变成这个战斗囊，接着把前轮这里翻转180度。它注意2个轮子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同心轴，一起旋转到后方。2号机同样为机动形态起手啊，只是把这个脚趾头折叠一下，变成大爪子，然后胸腔这里拉开，顺着这里的关节往下整体套合，注意这个地方上下咬合的扣子，在脚架这里进行了一个无损的结合，然后注入灵魂的来了，胸口这2个驾驶舱左面滑一下，右面滑一下，再往上滑一下，对齐。这里2片红色的腹部装甲，把这个空槽堵住，耶，就变形完成了。2个巨大的眼睛，你可以把它想象成2个大脑袋。自走型双头机器人，这个让我想起来 DOTA 里边的蓝胖子食人魔法师。但不得不说，胸口这一块双驾驶舱的一个排列并行的这么一个滑动的感觉还是非常棒的。其实这也是戴克隆每一款作品里边带给我所震撼的一个巧思点吧。从第一开始的钻石旋风战者头部的那个机械结构自动伸出，到了后来大基地的那个电梯滋上去，以及这一款水牛的一个胸口来回的转动互换，从竖着并排变成横着并排，这个我觉得简单的2个滑道能实现出来，这个想法真的是太妙了。最后当然也是进行我们的3合体，首先把这个爪子推上去，
左右转过来，注意小臂这里的一个凹槽一定要对准，这样你在打开收纳手臂盖板的时候才不会卡到。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一下。然后旋转，把小拳头顺着里边翻出来，盖上。腿部这里摆摆正，腿放直，大腿旋转180度，扭到人形机甲正确的角度上。然后注意上方的这2块方板子根部有滑道，我们可以往上推一截，露出中间的膝关节。用这个轮子作为了关节的处理啊，非常不错。其实下方的这一节啊，也可以往上推，看个人的需求喜好吧，这无所谓啊。脚丫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有一个特别小的细节要注意，在变成自走机器人的时候啊，根部这里是有一节小轮子，和这里变成旱冰鞋，滚动着向前。而变成人形的时候，注意这里的一个红色盖板滑槽，往前推。这小轮子会自动的收纳起来，哎，这就是戴亚克隆这种非常巧妙的在模块化的零件中间实现的联动效果，真好玩。肩膀根部的滑道往前推，放到人形的正中央。肩炮的位置摆在这里其实也挺帅的，但是为了脑袋方便往下扣，我们先旋转一下，把它折叠到后背背起来。此时拿出我们的1号机，我来组成头部，整个都插进去，卡住里边的扣子。刚才还是一个双头的食人魔法师，这回就变成了胸口超大的巨乳兔女郎。哦哟，我猜这个水牛的设定应该是个妹子机吧。而且这个机设让我特别的怀念魔神系列里边的维纳斯啊，尤其是 SKL 系列里边那维纳斯，太漂亮了。令郎的胸大肌为何如此夸张？哇，这个达亚克隆战队系列的巨乳兔女郎就变形完成了，真的挺好玩的。虽然说方方墩墩的这种机甲，但是似乎能看出来一些女性设定的角色概念吧。真好玩，胸口这2坨咣的竖着变横着的来回旋转滑道，真的挺戳我的。虽然说头雕只是一个圆圆的球形啊，但老色批的脑洞只要补一下，还是能补出来不少的画面感的，挺好看，真不错啊。而且整体的把玩下来的手感，我倒是之前没有玩过黑色和白色款啊。目前来看，蓝色款你在把玩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什么特别危险的地方，需要注意的就是闭环的这一块，你在往开打这个盖板的时候，注意这里的凹槽对准，仅此一处啊，其他方面都不错了。另外呢，跟钻石旋风战者对接的时候，也可以把这2块折叠起来并住，然后把它的飞行背包跟这样滑道插进去，就可以让兔女郎飞起来了。当然，身上的4肢也是可以和钻石旋风战者进行互换的。身上有一些小噱头啊，大腿左右这里的银色装甲打开，里边有弹幕的弹头效果。可动关节处理的也都还不错啊，包括膝盖这里竟然是双段的齿轮，脚踝左右接地，大腿左右旋转，前后。这一段的脚腕其实还能拉长一些啊，看你个人的需要吧。胳膊的关节活动范围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该有的也都有。胳膊肘这一段也是齿轮的关节，虽然是一个下3指连在一起的棉手套手，但下3指之间也有3段的折叠关节啊，官方就差一口气就可以做出来全可动手了。衣领两侧金色涂装的加特林，哎，细节呀，真的很到位啊！而且仔细看，全身上下的涂装没有一点点异界的现象，这也是戴亚克隆在做工方面好评的地方，真不错啊！很难找到涂装的异界和水口的地方。肩膀头子这些镂空的炮口处理，耳朵两侧银色的雷达，金属色涂装的脸颊。所以每次在玩戴亚克隆系列玩具的时候都很感慨，这种品质才是正版玩具应该有的素质嘛，对吧？你可是版权方，也是再次感叹变形金刚的无奈吧。当然最后它其实还有一个3合体的载具模式啊，也是比较简单的。手臂老规矩收纳起来，
肩膀回归到飞机形态的样式。我们把这里折叠，来好，然后整体的坐下来，哎，两腿之间插扣对接在一起。板子推过来，脚踝这里依旧是打开、旋转，把这一节叠过来，滑道推进去，这里的插扣结合。好了，这样就基本上完事儿了。所谓的小型陆地航母模式啊，这个跟那大基地有异曲同工的效果。接着我们就是把这些武器点缀到身上了。也是看个人的需求，你也可以把这些主炮通过转接头扣在这些地方。所以各种互动性的玩法还是看个人的脑洞来处理吧。那么总结来说吧，毕竟这是 TT 社的 Diaclone 系列，代表了官方的工艺方面的最高水准。玩法方面，单体可变形，3机可以进行2的合体和3机大合体，以至于最后3机合体后的变形效果，其实虽说有一些牵强吧，不过这种玩法的互动多样性才是Diaclone的乐趣之一。通过各种同规模连通的合体模块，也可以进行各种的互动搭载，甚至你有2套水牛的话，还可以把这一块无限的加长。但水牛这个模具，我最中意的地方还是2个驾驶舱的一个拐弯处理啊，2个简单的滑道，右平移 L 型的上推，让竖着的并排2个变成横着并排2个。这个想法真的非常美妙啊！再加上可能这个就是老色批属性作祟啊，总能把它看成一个巨乳兔女郎。这也不怪我嘛，它设定就是这个样子的啊，还是挺好玩的，挺帅的，所以也是非常推荐入手的一款Diaclone的小套装，好玩，做工又好，并且这个没有黑牛白牛那么贵了，最近刚刚推出，价格也稳定下来，相当值得现在入手的一款作品。那么得嘞，这款Diaclone的 DA102号蓝色水牛马克4就是这样了。